欲望最依然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漩涡中心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越过他烧不尽谎言，难救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看尽世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坚毅的脸，傲慢而止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凶险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总归是要开的，开吧。家里忙吗？收集图样回去化验。化验方向是？有机无定性，重点是乙醇、乙醚。是。这个人看着眼熟吗？警察同志，这黑漆漆的，也看不清楚。就算是能看清楚，我也不认识这女的。不认识。看看这体型，知道为什么让你们穿比自己脚小的鞋走路吗？为什么呀？这个根本不是女人，是男扮女装，所以觉得奇怪。警察同志，要不您亲自穿上这鞋试试？那谁走路都很奇怪的。因为你知道奇怪，所以刚才大家在走的时候，只有你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姿势，跟视频里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你以为你自己伪装得很好，可我们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我们只要甄别对比，就知道是你。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们就知道是你！哎，狗坏人啊！说谁坏人？我还不说你呢！多少声音你？得能啊！都你身上，你把钱白买我们家，天天往我们家扔粪啊！就嫉妒我过得别人好，跟他们鸡冷静来！你碰我一下试试，给你厉害点！冷静，都少说两句。冷静啊！这玩意儿，事故身份出来了，叫何大壮。你他妈把我干了！冷静！说，那你们凭什么就不愿护生活了呢？这咋回事啊？这个事情我们得走的。火神娘娘祈福仪式怎么办？什么火神娘娘？那撞神弄鬼的。那鬼火也不会是假的吧？那不能是假的，那一直存在的。这鬼火是假了，咱们就糟了。明天是大吉啊！明天祈福表演的鬼火会来呀！你看咱们民宿都住满了，客人得看戏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那咋办呢？是啊，那一会儿找刘叔合计合计。怎么办呢？那只能找刘叔了。女生。主公，从你家翻出的铁锹上面的骨屑，经过我们 DNA 的对比，
与何大成的吻合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说说吧，邻里邻居住这么久，为什么闹成这样？检察同志，这事儿我认，但你们真该去问问何林，邻里邻居的，怎么就闹成今天这样了？他但凡能让一步，这事儿都不会闹成这样。以前我们村儿那叫一个惨，是有点地，每个人家一分，顶多管个温饱，一年下来也就剩1、2千块钱。有本事的都出去打工吧。我身体不好，我们几个留在村里的，日子过得别提多憋屈了。我以前就是村里边一个给大伙解闷儿的，他们天天说我装神弄鬼的，都瞧不上我，这我都知道。那你这祖上老留下来的这是吧？这绝活啥的，这到我这儿，就算他不能发扬光大，那他也不能说就斩草除根了嘛，对吧？一开始这鬼火来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挺害怕的，但是经过这神婆一编排，反倒有人来了。那村里人，村外边的都喜欢呐，那人呐，你们是没见着，一天天乌泱乌泱，老热闹了，真的。大家可以随便拍照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来的人多了，他们得吃，他们得喝呀，那这就是钱呀，那住一晚上好几十呢。我们平时都不吃那土豆丝儿，卖他们15一盘，他们都觉得便宜得很，那这钱不赚白不赚吗？是，当然我们赚的也都是辛苦钱，可是日子有奔头。这村里人都赚着钱了吗？是吧？就算他不是满坑满谷的，那这日子也蒸蒸日上了呀。在村外边打工的全回来了，就咱这火神娘娘给请来了吗？这点本事大伙也看见了，是吧？对我都挺尊重的。哎，这风水轮流转嘛。那你和何林之间发生了什么？这事儿怪我，生意好了吧，有点贪心。可我真的是好心好意的，我看大家伙儿在游客身上都赚到钱了，我就想问问他，这一天累死累活养个牛也赚不了几个钱，我想把他那房子租了，一起干民宿，那装修费我出，挣了钱呢我们对半分，这不挺好的一事儿？他当时也没拒绝我，有点犹豫，他说他们家那母牛要生产了，说过段时间再说。好巧不巧，我们家有个游客晚上喝多了，把那酒瓶踩他们院里去了，那怀孕的母牛受惊了，小牛难产，死了。我心里也挺难受的，我知道这一头牛可能是他们家1年的收益，我当时就赔钱了。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来的人多了吧，这客人要求也多。这有一天有个小孩非要放鞭炮，你说顾客是上帝，咱也不能拒绝。这一放不要紧，一院子牛都惊了。他安抚了一宿，从那以后，我俩这梁子算结下了。这只要我们家来客人，他就往我们院里扔牛粪。牛棍，牛棍，你们先玩啊！大半夜的，你们就这么嚷嚷？你们不睡觉，我们家牛还睡觉呢。你们家牛睡了？废话，这么吵怎么睡啊？你也回去睡啊！我可不是故意吵你们家牛不睡觉啊！顾客是上帝，我得挣钱啊！谁家上帝不能这么叫唤？行了，哥们儿，别找事儿了啊！咱俩回去洗洗睡吧。我上哪洗洗睡？你这继续！牛棍，牛棍，不是个东西。大哥，你这声音也太大了吧，我们都没法睡了。
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给我5分钟，马上解决好，让你先进去休息啊。不好意思，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何林，疯了吗你？大早上起来放音乐，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专家说了，听音乐可以让牛的肉质更嫩。我也没搁你家放，你咋那么多事儿呢？行，你等着。我告诉你，专家还说了，喝茶死得快。死不死啊你？我这个民宿啊，可是能看整个村的环境，而且所有来我们村这个旅游的人，只要选择我们家，都是我们家物美价廉，实惠，而且睡得好，吃得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你们服务。哎，何林，你干什么你？我这活呢，我干什么？哎不，二伟，你看你马上到了，咱马上到了都。你说哪有这样的人？他自己不干，还影响我赚钱。我脾气也不好，就和他杠上了。我就觉得，他就见不得我好。那你也不能刨人家坟啊！这主意谁想的？我想。哎呀，谁呀？他要真是神呐，他就躲开了。魔神娘娘不再赐福于你。妈呀！好了，真信呐你们！既然不再赐福我就想再搞大一点，加上他之前拿那骨头砸神婆，我就想出口气，恶心他。他真的影响我赚太多钱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才把他大伯挖出来。那这个案子你是怎么参与进来的？啥案子？我参与啥呀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这顿给大波骂的。我说你这干啥呢？这一个村的邻里邻居的，是不是整这么大事儿？他就跟我说，你那天说让我早点去，完了说他要搁大林家扔点啥东西，完了呢，就让我给编排编排，就说你看你搁祈福仪式那儿捣乱，那必须得有点后果嘛。那你给我们详细说说，案发当天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知道村口有监控，我打扮了一下。可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那谁曾想能把那鬼火给招来？那个火不是你放的？那肯定不是我放的，那火一着性质不就变了吗？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儿？我真的就想吓唬吓唬他，让他消停2天。过2天不是有个大集吗？我接一旅行团，弄好了能挣1万多呢。这不怎么能是我点的呢？那真的是火神娘娘啊！你们这年轻人别不信呐，真的是火神娘。你说不然为啥就凸显神功、天降神火呢？那不然为啥他就烧大林家的那牛棚，别人家咋没事呢？什么火神娘娘？这世上本无鬼神，所有善恶都源自人心。刘波、刘巧，你涉嫌侮辱、盗窃、
故意毁坏事故，你利用封建迷信扰乱社会秩序，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哎呦，那这是年轻人。许参谋，报告出来了，图样确实有问题，在里面发现了微量乙醇残留，并且浓度很高，这不是村民日常上班用得到的。看来你们有推测了，说说看吧。磷化氢微溶于水，溶于乙醇，而我们又在现场发现了这些高浓度的乙醇残留。这样就不排除是有人制备了磷化氢溶于乙醇中，等到乙醇挥发，磷化氢自燃，制造鬼火的假象，实际上就是有人纵火。分析的不错，挺好。我又向着偶像的方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。那许参谋，我先去写报告啊。等一下，手法部分确实没什么问题。明天祈福表演的鬼火会来呀！你看咱们名声都做满了，客人得看戏啊。这样，今天晚上跟我去趟刘家村。是。偶像，你看人村里热热闹闹赶大节，你看看咱们这儿，凉风嗖嗖，后背发凉啊！哪儿来的风？天气预报都说没有风。你这个到底能等来人吗？哎呦，应该行吧。别动！警察！别跑！别跑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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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什么？不要猜，那是我们刘家村的生活！不要猜！原来就是你用磷化氢制造鬼火。那不是鬼火，那是火神娘娘给我们刘家村的生活！你们不能这么干！我们已经拍半天了，检测设备也带了，还嘴硬啊？你们村里没有鬼火和跳大神也能发展经济？许参谋，剩下交给我们了。你说的我都记下来了，待会儿人来了好好说话，注意态度啊。哎，好的，警察同志。刘璐，他们说是你把我们家牛棚烧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养养牛，我得罪你们谁了？至于的，你们这一个一个的搞我，又是我大爷，又是放火的，干什么呀你们？你先别激动，今天我叫你们来呢，就是为了要了解一下情况，解决一下你们的问题。能怎么解决？刘波咋判的就咋判他，给我关起来！先别激动，咱们先坐下。不是小何，是这样的，刘璐和刘波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们把大致情况跟你简单说明一下。说吧。所以你们村频繁的出现鬼火，是因为刘璐为了吸引游客而人为制造的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合着你跟刘巧你俩是一伙的吧？神神叨叨的就骗人呗。那你弄你的鬼火呗，你整我们家牛棚干啥？小何，你得信我呀！天地良心，我真不知道那鬼火怎么飘到你们家的。何林啊，刘璐放火烧掉你的牛棚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的确是个意外。刘璐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赔偿何林家的牛棚，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警察同志，我承担，我赔偿，我用我自己的钱赔偿。
我之前不承认，是因为我一承认吧，知道鬼火是我放的，我们村子里就不来人了，一不来人呢，大伙儿就没收入。我真的是为大家好，小何呀，对不住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挺大岁数，弄个什么事儿？目前呢，你们村还存在自然形成的鬼火，之前你泼洒的那些溶液，还是存在非常大的消防隐患。我们会联合消防彻底杜绝这些问题。谢谢警察同志，对不起，小何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申野，哎，好久没见了，怎么样啊？一直上党课呗。你呢？刘家村的案子要结了。对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找我们的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。行。穿成这样去哪儿啊？今天是我们的高中校友日，我特意请假了。我先走了啊。忙吧。学长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拜。韩军学长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是？丹宁。天哪，我们俩真的太久没见了。刚在里面的时候想跟你打招呼，我一直没找着机会。是啊，小川儿，好久不见啊。还不是怪你，一毕业就去外地工作了，咱俩都快成网友了。啊，学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杜丹宁。哎，你见过的？是吗？哦，是不是在毕业典礼那个颁奖环节上，我报过他的名字？对。哦，时间太久了，真是。丹宁跟你一样，也是一名律师，特别优秀。毕业以后啊，就去了全国知名的大律所。嘿，丹宁学妹很优秀。哎，你这是特地赶回来北巡呢？不是，我在海市待了也有5、6年了，挺想念家乡的。正好有个回来的机会，升任顾问律师，就答应了嘛。所以你以后就回来工作了吗？嗯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常见面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啊，隔3差5就想拉我出去吃吃喝喝是吧？多久没回来了？我得带你去打打卡。行，有空就约。嗯。啊，我后面还有工作，可能得先走了。好，学长，哎，加个微信吧。哎，没问题，来。你们这么大个集团，回头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尽管找我。哎，少不了麻烦。我们丹宁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都和我是一个班的，他一直都是班里的第1名，特别优秀。你的好朋友，我肯定信得过。谢谢学长，那咱们回头再见。回头见。川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先回去吧。周末吃饭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学长，哎，刚刚演讲真的很不错啊，到底是在外面待过一段时间，回来起的范儿都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不要开我玩笑了。不过说真的啊，这次回来还挺感慨的。你这么多年了，一切都是老样子。哎，你要是不赶时间的话，我们一起在校园里走一走。学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，一起埋过时间胶囊啊？记得。那我们一起去找一找呗，看看还在不在。走，我们找找去。行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在这一块儿。啊，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
哎呦嘿嘿，呀，我这记忆力还可以啊。当然了，你可是大律师啊。怎么了？学长。啊。哎，我记得当时我也埋了一个，我埋在哪儿了？你也埋了一个？对啊。不是我埋了一个，你埋了一个吗？你的在这棵树下，我那一个在……青春，虽然这是18年前的事儿了啊，但是你不会觉得久远到我已经记不清了吧？要说这时间胶囊真的也很神奇啊，把它挖出来的这一刻，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过去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家里面出了很多的事情，我就算在学校里面，我也觉得很痛苦。只有在我出国前和你一起准备毕业主持典礼的时候，那段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一直以为你也是这样的。我当然是啊。和学长一起主持的那段时间，确实是我很快乐的回忆。你怎么会忘记呢？啊，我们当时就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我们2个写好的东西都放在这一个时间胶囊里面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这是我的，那静春你的。学长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我真的是记错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毕竟过了这么久了嘛。只是学妹不要再怀疑我的记忆力了。我没有怀疑你了，真的只是我记错了。这样，我负荆请罪，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好吗？哎呦，今天晚上恐怕不行，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。啊，要不上次约你打拳你没去成，这个周6我们去打拳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这次我一定到。好。许三木，上次你让人送来的胶卷已经洗出来了，我发给你。呢個人好似我哋後生時嘅工友喎，不過年紀相差太大，應該唔係喎。刘家村，你们去吧，给我起事。进。杜律，有人找你。丹宁。学长，快请坐。谢谢你啊。哎呀。你这还挺不错的啊，还行。来，哦，谢谢。学长今天怎么过来找我？哎呀喂，咱们都是老同学了啊，我就直接跟你说了。我呢回国以后呢，一直在处理家里的这些事务，最近遇到了点小麻烦。你说正巧那天碰见了你，我就想来问问你，能不能接下我的委托？我最近这边事务确实不少，但如果是韩军学长的委托，我一定排开时间。那太好了。学长可以先跟我说一下大致遇到的问题。好的。是这样，我们集团旗下呢有一个加工厂，你看看，这个是具体的资料，主要是生产这个奶酪棒。有一个孩子呢吃了我们的奶酪棒，出现了一些反应。因为我不觉得我们的产品是有什么问题，这上都写得很清楚，每一项这个都是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法上面这个标准都是达标的。车姐，
感谢你今天过来当我们的主心骨，不然我偶像不在的话，我心都没底。没事，就是过来帮个忙。你偶像干嘛去了？他说临时有事儿，但具体干嘛去了我也不知道。行，一会儿我们到了分区工作，好吧？是。係啦，哎，是的，我總是在哪裡見過他，他啊一模一樣。叫什麼名字？叫李大強，叫李大強。上次你給我看的時候，我覺得他們怎麼一模一樣？這李大強有兒子嗎？好似有個仔，有個兒子。家在哪兒？咧喺呢度，就住在這裡，一直走過去。好，謝謝啊。不會。你是谁啊？你认识我爸？对，以前认识。你爸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早就死了，你找不到他了。哦，我不找他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你和你爸在工厂干的活都一样吗？不知道啊，我爸以前干什么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的话，我就是看门的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他得病了，在村子里的小诊所死掉的。得病了，怎么不去大医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去过外面的医院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不可以去啊！不只是外面的医院，村子外面的其他地方也是不可以去的，哪里都不可以去。我妈说了，只能在村子里，这样才能吃好、喝好、过得好。我就听我妈的。那你了解樊毅吗？樊叔啊，樊叔其实我不认识他的，之前就是去年他才回来村子里，但樊叔对我挺好的。他家里什么情况？他有个老婆，那个婶婶对我也很好，给我零食吃，然后他们还有个儿子在读高中，听他们说他成绩还挺好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邊個啊？你搞乜嘢啊？因为你儿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有冇搞錯啊？我都叫你不要來搞我啦！我什麼都不知道啊！你這18年前，你和李四他爸是工友，一起在赌城加工厂干活。就因为你们知道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，所以工厂不允许你们离开村子。生病了，就在村里的诊所看；孩子上学，也只能上村里的学校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想说什么嘛？那我换句话说，你的全家都被工厂当成了人质。范毅，你的人生已然这样了，那你儿子呢？我听说你儿子学习很好，今年应该就高考了吧？他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已经被封死了。
别说出去上学了，就连出这个村子，参加考试恐怕都不行吧？又或者说，你想你儿子跟你一样，重复你的人生？你一定要把你自己也搞进来吗？我早就进来了。好，你就等我电话。喂，徐东升已经找到翻译了，不确定他们后面的计划。还有，徐东升后面有人跟着，看样子像个便衣。我知道了。我在查沈毅，他之前是滨江理工大学的化学教授，20年前因为一起实验室爆炸案离职了。那次爆炸案的受害者叫何如年。比那个墓碑立得更早的碑都没有出现下沉的情况，所以我怀疑是有人动了那个坟墓，然后在挖取棺材的时候把这个墓碑取了出来，放回去的时候发现孔洞松动了，于是就往下挖得更深了。但是更离奇的是，这个坟墓里面葬的人是何如年。何如年？我后来查了一下。这位何如年，当年死于一场实验室的爆炸，所以我在想，有人动了他的坟墓，是不是跟那场爆炸有关？要这么说，那确实是有问题。你打算？打开坟墓，彻底调查。而且我查过，何如年记录在案的亲人，只有他的母亲。这位奶奶又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所以如果想打开坟墓，必须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。你这看来早有准备啊！我知道这个事情方方面面都比较敏感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死者身上有被掩埋的事情，
我们就一定要还他一个真相。行，我去找一下这个死者还在世的母亲，然后再联系一下民政部门。谢谢吴大。哎，之前这种事儿你不都先找沈野吗？你们现在这看我面善了？啊，他这2天不是不在吗？好，没事，有消息我通知你啊。嗯。下课。您说。沈野，刚才进车找我了，说要开合龙岩的路。吴大，其实你不用跟我说这些。我怎么能不跟你说一声呢？金池一定发现了什么，我支持他。行吧，有什么消息咱俩随时沟通啊。好。爸，我起来看你。爸，爸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特殊时期清明祭日等烧纸注意事项：文明祭祀，严格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，不要在大风天进行明火祭祀活动。点烛、燃香、烧纸、燃放鞭炮应远离文物古建、易燃易爆场所、山林、草原等。要及时清理周围可燃物，并进行现场看护，做到人离火灭，防止灰烬复燃或飞火引发火灾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无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爱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焚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